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继续聊农历新年里的重头戏。这一次要说的可是财神驾到的日子正月初五。民间常说初五迎财神，这一天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燃香焚烛，热闹非凡，就为了讨个好彩头，祈求来年财源滚滚，生意兴隆。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正月初五迎财神的习俗和背后的故事吧。您可能会问，这财神到底是哪位大神？其实财神的身份可有点复杂，他不止一位。最有名的当属赵公明，传说他是道教的护法神，手持铁鞭，骑着黑虎，专管金银财宝。还有商朝的比干、三国的关羽、五代的柴荣等历史人物，也被奉为财神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财神还分文财神和武财神，文财神掌管财运，武财神则保佑商道安全。所以不管是哪路财神，正月初五大家都盼着他降临，为全家带来好兆头。话说回来，为什么是正月初五迎财神呢？这一天可有讲究。民间说法是，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，也是破五的日子，意味着打破禁忌，迎接新气象。所以大家选在这一天迎接财神，希望新的一年里财运亨通。迎财神的习俗多种多样，但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祭拜。一大早，家家户户会在门前或厅堂摆上供桌，供桌上要摆什么？那可是门道十足。贡品讲究糖瓜甜黏黏，红枣喜连连，还有饺子、元宝形的糕点，象征着招财进宝。供桌上一定还少不了红烛香炉，一炷香点上，寓意请财神下凡。然后就是放鞭炮啦。初五的鞭炮声特别响，为什么？一是为热闹，二是为了炸走晦气。有人说，鞭炮越响，财神就越高兴。您听那满街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，好像是在告诉财神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快来吧。迎财神的另一大讲究是开财门，有的地方讲究在初五凌晨开门，把财门打开，象征着迎接财运到家里。有些商铺则会在初五重新开业，老板们要么摆酒宴招待员工，要么请财神像进店，祈求一年的生意兴隆。还有一个风趣的习俗叫做抢财神，在一些地区，初五的凌晨，大家会聚在庙里抢头香，谁抢到第一炷香，谁就能得到财神的特别眷顾。这一夜，庙门口挤满了人，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，就为了讨个财运第一的好兆头。当然啦，迎财神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求财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咱们中华文化里讲究财为养命之源，不仅要求财有道，更要取财有义。这也是为什么文财神比干和武财神关羽能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偶像，他们代表着公正无私、忠诚守信的品质。迎财神不光是迎金银财富，更是提醒我们用正当的方式追求富足。迎财神的热闹贯穿了整个正月初五，家家户户百宴欢庆，邻里街坊互相拜访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鞭炮的火药香和满满的喜气。这一天过完，整个春节的气氛就渐渐从热闹转向平静，大家开始收心，准备迎接新年的工作和生活。说到这儿，您是不是觉得正月初五的迎财神不光有趣，还特别有文化味儿？它不仅是民俗活动，更是咱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期盼。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在新的一年里财运亨通，福气满满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。如果您喜欢这个关于正月初五迎财神的分享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。愿您在新的一年里大吉大利，财源广进。咱们下期再见。